他带着一购物车礼物，打算送给曾经帮助他的邻居。可这时，一辆警车突然停下，警察拦住男孩，问他东西是从哪偷的，可他支支吾吾，连话都说不清。No! I said keep it here. No! I said keep it here. No! 就这样，男孩被抓进了看守所，他委屈的蜷缩成一团，嘴里不停喊着要回家。幸运的是，老警察们都认识男孩，知道他只是智力障碍，并不会做坏事。把他放出来后，还请他吃了顿饭。而那名新来的警察则在一旁写检讨。这时，一个男人走了进来。而他正是改变了男孩一生的人。他是学校橄榄球队的教练，每次在操场上训练时，他都会发现铁丝网外有个黑人男孩呆呆地看着。出于好心，他让人给他送了杯水，而这也让男孩记住了他。直到这天，队员不小心把球踢了出去，恰好被男孩捡到。队员想要把球要回来，却被男孩误以为这球是他送给自己的礼物，于是就把球装上了他的购物车。这辆购物车是男孩最宝贵的东西，每天他都会推着车出门，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收集着那些命运送给他的礼物。只可惜，命运的馈赠往往不仅仅是礼物。丢了球的队员们为了报复他，把他关进奇才室，不断弄出噪音吓唬他。这时教练赶了过来，质问他们在干嘛，可没一个人敢回答。直到奇才室里发出声音 ：“No, Nobody mov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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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男孩满脸惊恐，面对教练的帮助，他只是一个劲地哭，直到教练帮他割断绳子，才挣扎着从地上爬起。可即便被如此对待，他也从未想过伤害别人。Anybody got anything to say? Tell your folks practice is going to run late tomorrow. 教练让球员们站成一排，当哨声响起，又全力跑向球场另一边，如此循环往复。副教练问他打算训练多久，而他只说了一句：“练到他说停为止。”这天，球队第一次训练到天黑，每个人都近乎虚脱。而在不远处，男孩就这么默默地看着，把这些都记在了心里。第二天，男孩找到教练，想要把球还给他，可教练拒绝了。I just want to tell you I'm sorry about what happened. I thought you needed to hear that from someone. 教练把男孩请进球场，还贴心地给那辆购物车找到了归宿。他想邀请男孩加入球队，做自己的助手，可男孩不懂什么意思，只是摆弄着一旁的收音机，脸上洋溢着幸福。就这样，男孩又收到了一份礼物。事后，教练把男孩送回家，问他母亲能不能让他加入球队，但母亲却担心儿子会继续受欺负。很明显，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I keep a good eye on him. I guess it's all right with me. 晚上，男孩把那台收音机拆开，想弄清楚那些嘈杂的电波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时，母亲走了进来，在得知这是教练送给他的礼物后，她没有指责，而是温柔地问儿子 He a nice man? Yeah. 这下母亲终于放心了。第二天，教练把队员们召集到一起，指着后面的男孩说：“从今以后，他将正式加入球队，成为自己的助手。” And we are not going to have a problem with that. No, sir. 就这样，男孩开始帮助队员们训练。虽然他能做的并不多，有时还会被捉弄，可他在这里的每一天都很开心，因为他终于明白被人需要是一种什么感觉。他会记下球队的每一场输赢，会混入啦啦队帮球员们打气。面对他人异样的眼光，他毫不在意，甚至还会在队员们气势低迷时上前鼓励他们。幸运的是，男孩的努力并没有白费，球队气势如虹，接连拿下好几场胜利，而他也成了小镇上人尽皆知的吉祥。很快，这事就传到了校长耳朵里。他不在乎球队的成绩怎么样，只在乎让一个傻子来当吉祥会不会给学校抹黑。于是，他要求教练禁止男孩再出现在赛场上。比赛这天，所有人都在准备上车，可男孩却被教练拦下。听到自己不能去参加比赛后，他的笑容瞬间消失，变得有些手足无措。I'm sorry. Really sorry. I'll see you tomorrow, okay? 男孩又一次被抛下了，命运给他的苦难太多，礼物却太少，最后留给他的似乎只有那一台收音机。夜晚雨下得很大，男孩听着收音机里的赛事直播，独自在训练场上重现了比赛，一次次的组织进攻，又一次次的狼狈摔倒。他想用这种方式证明自己一直和球队在一起，可遗憾的是，这场比赛他们输了。隔天，教练找到男孩，真挚地跟他道歉。You know, some of us felt pretty bad about leaving you off that bus last night. We're going to find a way to make it up to you. I didn't do that, Coach.
男孩终于回到了他最挚爱的赛场，可他却不知道，这是球队的最后一场比赛。上半场，球队还没从之前的失败中走出来，打得毫无章法。中场休息时，男孩像是觉察到了什么，抱着橄榄球送给主力球员，鼓励他不要放弃。这一刻，所有人都被他逗笑了。凝重的气氛也随之烟消云散。下半场，球队重振旗鼓，接连得分，并最终夺得了胜利。回到更衣室，教练拿出了那个锁定胜局的球。We're standing behind us all season long, especially tonight. Game ball goes to radio. 晚上，男孩回到家，脸上却没有之前的喜悦。赛季结束了，他不能再跟以前一样，整天跟着球队训练。妈妈看出了他的失落，于是安慰他 We all knew the season was going to end sometime. The football, this red shirt. And look at this. Look at all of this. Look at that. Oh, that radio. Yeah. See, now next fall gonna be here before you know it. Promise. Huh?第二天，男孩被叫到学校上课，教练认为他必须接受正规的教育，以后才能独立生活。可没过多久，校长就把教练请到了办公室，他不允许自己的课堂上出现一个智力障碍的孩子，于是他找来专业人士，想让教练证明男孩是个残疾人，应该去残疾学校。可这一次，教练没有低头，就这样，男孩成功在学校留下来。一段时间后，学校里的人都认识了这个热情的新同学。虽然他表面上有些呆核，只要稍微一接触，就会看到他纯洁如孩子一样的内心。但同学与老师们对他的喜爱也招来了一些人嫉妒他找到男孩，告诉他有人在女更衣室遇到了麻烦，需要他马上赶过去。单纯的男孩没有多想，径直走进了女更衣室。男孩知道自己闯了祸，慌慌张张逃走了。很快，教练就找到了男孩，质问他是谁让他这么做的。他知道，如果不是有人诱导，男孩绝对做不出这种事。可男孩沉默很久，最终却什么都没有说。他担心说出真相会给教练惹来麻烦，也担心那个捉弄自己的同学会因此身败名裂。可他唯独没有担心过自己。事后，教练找到了幕后主使，取消了他下个赛季上场比赛的资格，而他也因此怀恨在心。Why don't you tell your boy that I said thanks? Radio didn't sell you out, son. There are plenty of other people willing to do that. 尽管教练查出了真相，可由于造成的恶劣影响太大，男孩还是被开除了。不幸的是，就在这一天，男孩的母亲也去世了。教练第一时间赶到男孩家里，发现他的房间一地狼藉。男孩哭着告诉教练，原本他打算下个赛季带母亲一起去看比赛，可现在一切都晚了。教练小心地安慰他，声音轻柔的像是在哄孩子。他很清楚，在至亲间的生离死别面前，这样痛苦的夜晚还会持续很多年。安顿好一切，教练带着女儿回到家。可在下车时，教练突然拦住女儿，他想说出那个埋藏在心底多年的秘密。12岁男，他找了份送报纸的工作，经常为了节省时间而走树林里的小路。有天，他听到树林里有惨叫声，走近才发现有个遍体鳞伤的孩子被锁在小屋里。两人对视了很久，可他什么都没有做，就那么若无其事地离开了。后来他才知道，那天是那个孩子生命的最后一天，他因为伤势过重死了。所以多年后，当他遇到男孩，他就坚信这是一份来自命运的礼物，用来偿还当年的那份愧疚。所以他一直在竭尽全力帮助男孩。几天后，教练在校董会上宣布了自己的决定，他将辞去教练的职位，不再为球队或学校提供任何帮助，直到男孩恢复学籍为止。I know some of you don't know or don't care about all that radio's learned over these past few months. But truth is, we're not the ones been teaching radio. Radio's the one been teaching us. 一时间，所有人都沉默了。平心而论，男孩生命中的苦难要比他们多得多。被队员们关进器材室，被警察误以为是小偷，被污蔑为闯女更衣室的变态。可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因此而抱怨过，反而选择默默忍受。这是他们谁都没有做到的。几年后，男孩顺利从学校毕业，教练亲自给他打上领带，而那个曾经捉弄他的同学也给他送来了一份礼物，那是球队的冠军球衣。Yeah. Now you like that one? It's good on you, man. Thank Johnny. Thank Johnny. Congratulations, man. Yeah. Thanks a lot. 这部电影由真实事件改编。如果你碰巧在某个星期五来到安德森县，或许会碰到那个叫收音机的人。
此时的他已经是球队教练，终其一生他都没有离开他最爱的橄榄球。冥冥中，他的名字像是揭示了命运的一角。收音机可以接收到很多电波，可大多数情况下，它能发出的只有嘈乱的电流声。没人理解他，只是简单的认为他坏了。但事实上，他需要的仅仅是一双耐心的手，帮他调到正确的频道。我们的命运跟收音机并没有什么不同，总是充满谜团，总是有突如其来的灾难，总是被搞得手忙脚乱。但请记得，当问题出现时，答案也应运而生。那是一份礼物，它就在路上，等待着你亲自签收。